世人皆知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怀，智慧无双，但你可知他也曾用美色引诱，神通威慑，甚至以地狱恐吓，这一切只为度化他的弟弟难陀。释迦牟尼佛原本是古印度释家族净饭王的太子，是要继承皇位的，但佛陀出家了，所以皇位就轮到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陀继承。难陀有个妻子叫孙陀罗，是个绝色美女。难陀的妻子知道佛陀把他的堂弟阿难带出家了，难陀又非常崇拜佛陀，他就担心佛陀把难陀也带去出家，所以孙陀罗把难陀看的是非常紧，寸步不离。一日清晨，佛陀知道弟弟难陀出家的机缘到了。话说那日，佛陀带着弟子阿难来到难陀家门口，他无限慈悲地放出金光，顿时难陀的家中就不可思议地笼罩在一片祥和灿烂的金光里。难陀正与娇妻孙陀罗卿卿我我，忽见异象，心想一定是成了佛的哥哥来了，就要去开门。孙陀罗一股不安涌上心头，感觉丈夫这么一去，多半是要被拐出家了，说什么也不让难陀出去。难陀只好宽慰着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哥哥难得光临，我总得出去接驾行了礼就回来。”孙陀罗只能放开难陀，拿起自己的胭脂点在难陀的额上，说：“你去可以，但是不许你和他多说话，这点胭脂没干之前你就得回来。”难陀应承，开门迎接佛陀。他接过佛陀手中的钵盂，屋内取饭，再出来时，佛陀却已转身离去。难陀愣住，不知所措。阿难依旧站在门口，难陀欲将钵盂交给他，已经转身离开的佛陀又运用隔空传音的神通，吩咐阿难不要接过饭菜。阿难遵照佛陀的吩咐，不肯从难陀手中接过饭菜，说道：“你从谁手里拿的，就该还给谁。”难陀无奈，只得跟着佛陀来到寺中。寺里，佛陀自顾自地清洗了手脚，然后盘腿而坐。坐定后，才不慌不忙从难陀手里接过那钵饭菜吃了。难陀总算把一路捧着的这钵饭菜交了出去，如释重负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他一碰到世尊，似乎整个人都傻了。把钵交给世尊后，他就这么愣在原地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世尊吃好了，钵里还剩了些饭菜，就问难陀：“你吃不吃我剩下的饭菜？”难陀一听，忙不迭地回说：“吃吃。”难陀恭恭敬敬地接过钵，但是心里却牵挂着妻子，于是就把那些剩菜剩饭2、3口胡乱塞进嘴里。佛陀等他吃完了，就问他：“你能不能出家呢？”难陀不加思索，随口就说：“好，出家。”佛陀听了点点头，对他做了一番叮咛后，就交代阿难准备为难陀剃度。此话一出，难陀马上就后悔了。没多少功夫，剃头的师傅来了，准备给他剃头。难陀再也忍不住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你敢动我一根头发，小心我把你的手给砍了！”顿时吓得剃头师傅收起东西夺门而逃。佛陀于是亲自拿起水瓶，
把水倒在南陀头上剃头，为南陀剃度。南陀不敢违逆，看着掉了一地头发，好不懊恼，心里还牵挂着妻子，但也不敢违背世尊，姑且只好先剃了头，晚上再溜回家。待夜深人静，南陀蹑手蹑脚溜出寺院，不料佛陀早已料知，便施展神通，在他回家的路上变了一个大坑，南陀半路掉入大坑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焦虑地等待天亮，再想办法回家。佛陀知道他贪恋妻子的美色，不愿出家，没等天亮，就叫阿难去找南陀，叫他做寺里的执事。阿难照世尊的指示，果然找到了满面愁苦的南陀。南陀听了阿难的传话，几乎晕了过去，便毫无力气地问：什么是执事？都做些什么事呢？阿难告诉他，就是在寺里打扫卫生、种菜、浇水、做饭等大大小小的事儿。南陀听了，只好无奈地说：既然是佛的吩咐，我一定照办。于是又拖着沉重的步子，随着阿难回到寺里。南陀心不在焉地打扫着，可这地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怎么都扫不干净，越扫越烦躁。他干脆扫把一扔，打算就要逃走。可是走出寺院关门时，这门怎么都关不上，刚关好又打开了，反反复复，就是怎么也没办法关上。忽然念头一转，他想到我很快就继承王位了，纵使现在开溜，寺庙被抢了或者被破坏了，当我做了国王，再修上100座更好的陪他就是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终于可以放心的开溜了，走大路恐怕遇上世尊。于是他打算绕到小路，一路上连走带跑，满脑子都是他那娇妻孙陀罗的身影。正想着，小路的尽头忽见佛陀身影，他慌忙躲进草丛。佛陀拔开草，笑着看着他，南陀满脸涨得通红。佛陀并没有责难，只是笑问道：你这是从哪儿来呢？你既然出来了，就跟着我去走走吧。你到过香罪山没有？南陀答：没有。佛陀笑眯眯地说：好，我带你去香罪山玩玩，你就抓住我的衣角。南陀照作抓住了他的衣角，只觉世尊翩然飞起，翱翔在青山白云之间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到了香气宜人、花木扶疏的香罪山。这里风景如画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南陀暗想，这里倒比寺院有趣多了。忽见一只瞎眼母猴，佛陀问：比起孙陀罗如何？南陀失笑：哪能相比？孙陀罗美若天仙，一定要比的话，这只瞎猴子实在连孙陀罗的1000万分之一都不如啊。佛陀听罢笑了笑，又道：想不想去天界看看？南陀兴奋点头，心想一定比这山更美。于是佛陀又嘱咐他抓好衣角。随即佛陀又像上次那样，带着南陀飞了起来，转眼就到了33重天。这里仙乐飘飘，处处奇花异果，天人天女们无忧无虑地玩乐着。在这里，一个天人能娶很多貌美妻子。南陀看得目不暇接，心醉神迷。他见一绝色天女嬉戏，却无男子相伴，好奇问道：你们的夫君在哪？天女笑答：在人间修行呢，名叫南陀。
等他功德圆满归位到这里，我们这些姐妹们就是等着服侍他的。南陀听完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周身酥软。佛陀再问，这些天女比孙陀罗如何？南陀脱口而出，孙陀罗与他们相比，如同虾猴。佛陀笑道，现在你该知道，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把你骗来出家的吧？只要你坚定信心，好好修行，将来就能升天，享受这无比的欢乐。南陀听了好不快活，终于心悦诚服，愿意随佛陀出家修行了。随后世尊带着南陀离开天宫，回到了他们清修的道场。从此南陀思念着天界的美妙，开始认真努力地修行了。他日夜苦修，就盼早日飞升天界。佛陀当然知道南陀的心思，于是让阿难和众比丘故意冷落南陀。南陀很是委屈，一日他忍不住问阿难，为何大家都躲着我？阿难说，因为我们道不同，只能是各走各的。南陀没好气地说，你们把我从宫殿里弄出来，跟着你们住破庙，去托钵又打坐又熬夜的，我都跟着你们做了，现在却说什么各走各得路，这算哪门子道理啊？阿难说，你为了升天享乐，所以打坐修行，而我们是为了涅槃清净，所以立除欲染，我们实在是不同路。南陀听了没有话说，心里非常郁闷难过。佛陀知道南陀的修行信心仍是不够坚定，一日就问他，你见过地狱吗？南陀摇摇头说没有。佛陀说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于是又让南陀抓住自己的衣角，一眨眼功夫，他们到了地狱。放眼望去，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，哀嚎遍野，惨叫连天，处处酷刑不断。南陀吓得面如土色，双腿发软。他们走进一排沸腾的油锅，每口锅里都有罪人在痛苦挣扎，唯独一口锅空空如也，冒着热气。南陀疑惑，向旁边的狱卒问道，这口锅为何是空的？狱卒面无表情地回答，这是为佛陀之弟南陀准备的，他发心不正，修行就为了上天享福，等他将来升了天，享受过天界的快乐之后，就要下到这滚油里受报了。南陀闻言如遭雷击，机遇晕厥。佛陀见状，轻声问，看清了吗？南陀已说不出话，只是拼命点头。佛陀叹道，贪恋天福，终究难逃此劫。回到人间，南陀彻夜难眠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修行初衷，却又难以割舍对天界的向往。他白天勉强打坐诵经，夜里辗转反侧，有时他会想起孙陀罗的容颜，又忆起天女的倾城之姿，可转念间，地狱惨状又浮现眼前，南陀的内心犹如翻江倒海。他尝试向其他僧人请教，却总是得到冷淡的回应。南陀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，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，找不到方向。就在南陀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佛陀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。南陀看到佛陀慈祥的面容，忽然感到一丝希望在心中涌起。佛陀见南陀内心挣扎，
决定再次引导他。一日，佛陀召集众僧，准备讲法。他说，今天要讲些重要的东西，从头到尾都与清净梵行有关。佛陀目光慈祥地看向难陀，难陀，这些主要是为你而讲，你要用心听。难陀心头一震，正襟危坐。佛陀娓娓道来，讲述人生的真相。他阐释了生命轮回的奥秘，解释了贪嗔痴如何束缚众生，并指明了解脱之道。难陀听得入神，恍然大悟。他终于明白，追求天界享乐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执着，真正的解脱在于放下一切欲望。佛陀见难陀若有所悟，继续开始。难陀，你曾见过地狱与天界，但那都不是修行的真正目的。我们追求的是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。难陀心中豁然开朗，如拨云见日。他终于理解了其他僧人的修行态度，也明白了自己过去的错误。难陀向佛陀深深叩首，泪流满面。佛陀微笑道，难陀，你能明白，我很欣慰。从今以后，你要以正法为依归，不再执着于世间的虚幻享乐，相信终有一日你会达到究竟解脱。难陀郑重点头，内心充满感激与决心。他知道自己的修行之路才刚刚开始，但有了正确的方向，他不再迷茫。难陀暗下决心，要精进不懈，追求真正的解脱。他不再为天界美好所惑，也不因地狱可怕而畏惧。难陀专注于当下，勤修戒定慧，在佛法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当然，也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